Hello， 大家好，今天为大家蹭一波大火剧的热度，《隐秘的角落》。那看之前几季，其实我没有觉得有那么神，直到看到最后一集，我才真正的明白过来这个剧到底在讲什么。之前很多觉得不合理的点呢，也都因为这个答案而迎刃而解，回味起来大呼过瘾。这个剧本身可读性很强，故事线有明暗两条，结局也是有阴阳结局。表面展示给我们的其实是一个阳面，就是一个童话的结局。然而这个故事还有一个阴面，就是它的真实的结局，其实它是非常残酷和黑暗的。当张东升在讲新型函数的时候，他就用关于笛卡尔的两个结局暗示过本剧也会有两个结局。所以究竟是相信真相还是童话，是你们每个人的选择。在结尾张东升死前，导演又非常用力地呼应了一次双结局的问题。张东升明知道自己要死了，还大声地对张朝阳喊：张朝阳，你可以相信童话的结局，然后用近乎自杀的方式死在了张朝阳的面前。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导演这么用力，就是想要大声地告诉观众，此后发生的一切都是朱朝阳主观选择相信的童话结局。那么这之后发生了什么呢？首先颜良被老陈救上岸，然后呢，老陈在那儿跳广场舞，普普和欣欣又配型成功了。其实这一切都是童话。首先一点，颜良是死了。颜良落水这一幕，咱们先不说推理，单从物理的角度来看，这个画面颜良很明显是掉下去的时候骑在了下面的大铁链子上给硌死的。另外从推理的角度来讲，最直接的证明是这一段，在学校开学典礼上，他从体育馆外打开了一扇门，光从他身后洒进来，这种神圣的感觉，这种走路带光的气质，一看就是从天堂来访。而且周围的同学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砍袖男孩，只有朝阳自己看得到。这也印证了其实颜良根本就没有出现在开学典礼。而且还有一个重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时候颜良换了一身干净的白色砍袖。你们什么时候见到过颜良换衣服，而且还这么洁白？一定是天堂的校服被酷爱砍袖的他砍掉了双袖而已。接下来的镜头就是颜良和老陈的对话。孔子曰：能和死人谈笑风生的人，自己八成也挂了。老陈就是这样的存在。根据颜良死了可以推断出，老陈把颜良从水里救出来那段也是童话。还有一点，老陈去右领号之前还在捂着自己的伤口，显然他自己伤口还没有痊愈，这样下水肯定是自身难保。所以从这里也可以推断，老陈应该也是死掉了。普普应该是死了。从开头动画来看，一开始是3个小孩在一起跑，后来只剩下了1个小孩蹲在隐秘的角落，这1个小孩显然是朱朝阳。那这样来判断，颜良死了，普普肯定也是死了。关于普普的下落，其实只有张东升自己知道。他在普普哮喘发作的时候，看上去像是没有救，但这更多我觉得是个悬念。张东升其中有2次提到了普普的下落是值得注意的，尤其是在水产厂的时候，想诱颜良出来，他说的是普普死了，你出来给他报仇啊。其实人之常情来推理的话，这种时候如果普普没死，说普普在我手上，你再不出来就再也见不到他了，这种话不是更有效的吗？你约人家来就是要拿卡换普普的命，你现在跟人家说普普死了，那颜良还不是拿着卡掉头就走啊？所以张东升没必要在这时候编一个这样对自己不利的谎话，判断张东升这时候说的应该是真的。最后东升把颜良压在身下的时候翻供了，他说普普其实没有死，早就送他去医院了。那这时候张东升说的是实话吗？我看未必，因为要了解张东升此刻的心态，我不会杀你，我会让你们活下去，活得像我一样。最后去右领号的张东升其实就是带着这个目的去的，早晚都有一死。张东升早就不抱有幻想了，
他只是希望这帮毁掉他人生的3个小屁孩永远的活在自己冲动的后果里，活在悔恨和愧疚之中。你们以为你们在为普普报仇，很正义，但其实你们错了。本剧最大的悬案其实是朱晶晶的死。朱晶晶的死真的是意外失足坠楼吗？影片最后给出了很明确的答案，朱晶晶其实是死于朱朝阳之手的。影片最后落在朱晶晶坠楼的少年宫用意是很明显的，在全剧压轴如此重要的位置，导演就差直接跳出屏幕指着鼻子告诉你这里有问题啊，有问题。朱朝阳在回忆当时案发现场的时候，注意这里的时间顺序，朱晶晶失足，然后朱朝阳连忙的跑到窗口向下看，屏幕一黑，发生了什么？然后才传来了朱晶晶的惨叫声。所以朱朝阳在窗边向下看的时候，朱晶晶此时还没有坠楼。那朱朝阳在这不短的时间里在看什么呢？叶警官调查现场的这个画面可以给我们非常好的提示，他在看失足吊在平台上的朱晶晶啊。他此刻有一个选择，是拉上来还是推下去，留下还是除掉。所以朱晶晶的死显然并不是一个意外，而是朱朝阳做出的选择。而看到这一切的普普就成了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此时的朱朝阳心里也有了隐秘的角落，变成了和张东升拥有着相同处境的人。这里不得不提到朱朝阳和张东升这两个在剧里互为表里的关系，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东升的不就是朝阳吗？两个人不仅名字相互呼应，都是数学神童，都有被孤立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个自己不能失去的人。于张东升来说是他的妻子，于朱朝阳来说是他的父亲。东升和朝阳常常表面静如湖水，整部剧我印象里他们分别只有一次落泪的经历，都是对他们不能失去的人流的泪。他们也都因为这个杀过人，而且还都被普普看见了。普普简直就是全知之眼。朱朝阳每次都管张东升叫老师，但他的潜台词我觉得应该是海尔哥。朱朝阳的秘密。自从普普看到了朱朝阳杀朱晶晶，他们之间的友谊其实就有了嫌隙。案发后刚从少年宫出来，朝阳就看到普普和颜良在对话。这时候看朱朝阳的眼神，他可能已经认定了普普就算刚才没有告诉颜良，早晚也会告诉他。在他心里，他已经认定普普和颜良都知道他杀人的事情。关于会不会告发他的猜忌，成了在他心头不断蔓延的一株爬山虎，在那个阴暗的角落里肆意地蔓延着。存储卡疑云，朱朝阳就想用这张空存储卡来除掉颜良。本来朱朝阳以为30万搞到手之后，把普普和颜良送走，事情就能恢复平静。结果正义的砍秀颜良这时候又提出来要复制一张卡，表示一切结束之后还是要告发张东升的时候，注意朱朝阳的表情，非常的为难。坦白，我会跟警察说，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你和普普无关。你不相信我？表面上看，以为他是不想让颜良独自背下敲诈的罪名，但实际上，这时候朱朝阳已经意识到，颜良有着自己的正直和坚持，他没法左右。颜良会不会把自己杀朱晶晶的事情也说出来？朱朝阳心里彻底没底了。朱朝阳跟颜良说自己其实没有复制，但在这个镜头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朱朝阳明明已经完成了卡的复制，文件夹都摆在那儿，甚至连安全弹出都没有做就拔出了存储卡。那他为什么要选择给颜良一张空卡？目的无非就是想借张东升的刀杀了颜良，但这借刀杀人中间还差了一环，就是让张东升知道他没有存储卡，于是就有了厕所里对话那一幕。他那时候明明知道给颜良的是空卡，颜良就算拿着这张空卡去警察局报案，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所以这段对话的产生，从根本上就是安排给门外张东升听的。接着就是普普在写信的情节，朱
朱朝阳问普普说：“哎，你在写什么信？”普普不肯说。你为什么不肯说？什么事情要瞒着我？是不是要把我杀朱晶晶的事情写在信里？当一切都结束之后，这封信在影片的最后一集也展示给了观众。所以，给你写这封信，还想告诉你，少年宫的那件事情，我从来没有跟颜良哥哥提起过，也不会告诉任何人。事实证明，普普并没有把朱朝阳杀人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他一直都在帮他的朝阳哥哥保守这个秘密。看到信的朝阳这时候也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知道自己把普普和颜良都想歪了。普普和颜良从来没想过背叛朝阳，背叛的那个人其实只有朱朝阳自己。对朝阳来说，右领号就是了结一切的地方。他约张东升来船上，安排颜良独自跟张东升单挑，自己却悠闲地在甲板上溜达。他这时候其实已经彻底背叛了颜良。朱朝阳的计划很明确，就是先让张东升杀了颜良，然后再报警抓张东升。而从这段对话来看，张东升其实是知道朱朝阳的计划的。我知道你们约我来干什么，那你为什么还要来？我要帮你们。东升说他来是为了帮朱朝阳。表面看这句话是张东升要帮他杀颜良，但没有人是没有动机的杀人。张东升真正的目的是帮朱朝阳蜕变成第二个自己。他希望通过协助和诱导朱朝阳杀人，让朱朝阳双手沾满鲜血，体会到作为第二个张东升的痛苦。这才是张东升来幽灵号的最终目的。颜良落水前挂在甲板上，说你别做第二个张东升，但他不知道，其实朱朝阳这时候已经成为了第二个张东升。朝阳看着要落水的颜良，这一幕有些似曾相识。也许朱朝阳想到了朱晶晶，所以他没有救颜良。套用朱朝阳自己的话说，我做的最后悔的事情就是给你们开了门。他可能是痛恨叩响这一切不幸之门的颜良和普普，这使他失去了他最爱的父亲，这使他再也不能回到原来平静的生活。但他更痛恨的是迈出错误那一步的自己。从踏出那一步开始，他就被漩涡带到了更深的黑暗里。张东升在剧里的这句话其实才能最代表朱朝阳的心里话。我希望一切可以重来。好了，今天这个剧就好奇的角落，不是，今天这个剧隐秘的角落就带大家分析到这里。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一键三连这个事儿，你看我还有机会吗？